大家好，我是镜子姐。今年春假是我家妹妹最后一个春假，所以我们一早就计划了去葡萄牙的埃尔加乌阿尔加维。因为平时春假出行的人呢非常多，所以这次我们特意呢决定周一离开。我们买的是 Air Transat 直飞埃尔加乌首府 Faro 的来回机票，800加元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个价格算是相当不错了。3月的多伦多还是冰天雪地，我们走的这一天，你看积雪还是有很多没有化，但是气温已经开始往回升了，最高温度2度。当时我查了埃尔加乌的天气是不到18、19度的样子。以前出行我们都是自己开车在机场附近停在像 Park and Fly 这种地方，然后呢 take shuttle bus 到机场。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多伦多甚至整个加拿大已经不是那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方了，治安非常差，车停在外面那么长时间觉得很不安全。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准备打 Uber。 正好我查到了呢 Lyft 对新客户有优惠，每个 ride 呢50% off， 最多可以减10块钱。从我家到机场34公里，加上给司机的小费呢43加元。到了皮尔森机场还真的没有太多人，因为我们也没有 check in 的行李，出门之前在网上已经做好了 check in， 所以很顺的就过了安检，到了登机口。当天机场的晚霞还是很美的。飞机在傍晚7点55分准时起飞。去的这趟飞机是满舱的，在飞机上提供了一顿正餐和一个简单的早餐，期间还提供了几次水和饮料。整体来说吃的味道不错，比 Air Canada 的饭和服务要好多了。回来时才注意到他家去年获得了世界最佳休闲航空公司的奖。经过整整7个小时的飞行，我们的飞机在 Faro 当地时间早晨7点准时降落。法鲁是当时气温15度，地面有些湿，好像刚刚下过雨。3月的阿尔加乌是多雨的季节，后来听当地人说呢，3月是他们一年里最不好的季节。下了飞机，我们就先去了机场里唯一卖 SIM card 的 Vodafone 的店里去看看。其实呢，对 SIM card 我已经做好了功课了，但是因为到时间比较早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。虽然说呢，他们家本来应该有15天的卡，但是网上一直就说这家机场里的店呢只卖30天的那种。我们去了是果然如此。对于我们这种只待1周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。我们不着急买卡的呢，原因也是因为1年多前在微信群里大家互相推荐一种叫 Eskimo 的 eSIM 卡，每个人免费得到了1个 G 加500兆全球 data。我们3个人的手里呢还剩下500兆到1个多 G 的 data。他们家好处就是全球 data 都是2年有效的，我们已经在美国用过，我们朋友呢也在中国用过，这个作为临时备用的还真是值得推荐，基本没花什么钱。Faro 的机场很小，出了机场马路对面就是出租车行。我们的车是在 Expedia 订的，1周呢是180加元。老公用了折合50多加元的 Expedia Points 呢，最后花费是133刀。取车过程是很简单的，里面的人都说英文。我们这次呢，因为只在埃尔加乌活动，就只选了最 basic 的，没有额外收费。这里要说的是，因为很多人呢要从这里去西班牙，所以他们都会问你有没有这个计划。如果要去西班牙的话，每天要多交7欧的保险。拿到的车呢是 Nissan Juke， 当时觉得挺小，后来在街上停车才发觉这是大的车了。估计上一位客人是个德国人，屏幕就看不懂，因为时差原因我们头脑晕乎，费了半天劲儿，最后还是在女儿的指导下呢才弄成英文屏幕。然后又发现 Bluetooth 怎么也连不上 CarPlay， 车自带的那个 GPS 非常 lousy。为了让老公专注开车，我只好举着手机在一个又一个 roundabout 声中开出机场，赶紧找到附近吃早餐的地方休整一下。吃完早饭买了 SIM card， 我们就启程去 Portimao， 开车差不多1小时，在那里订了 Airbnb。阿尔加维3月的天气真的是变化无常，像小孩的脸，晴天里下大雨，比较神奇。关于我们买的电话卡呢，我们是在葡萄牙3大电信之一的 Mio 买的，是看了 Reddit 上推荐，对旅游者来说很不错的 deal。
我们买的一张是9.99块，有号码可以打电话，5个G data 的；另外一张是14.99块，无线用 data， 也是5G network 的。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店里买都是实体卡啊。Baltimore 是最近不少海外华人考虑退休养老的城市。据本地人介绍， Baltimore 才是阿尔加维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，和法鲁的关系相当于多伦多和渥太华。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但去周边小城都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找了一家评分4.88的 Airbnb。一般来说 Airbnb 都是下午3、4点钟才能 check in。到了法鲁后，我们跟房东沟通了一下，所以当我们到达 Baltimore 没多久，差不多12点，他们就通知我们可以入住了。我们订的是一个2 bedroom 的 apartment， 整体来说和网上描述一致。房东还送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一些水果小吃，不过因为顿顿在外面都喝酒，没力气再喝了，后来这瓶酒就浪费了。我们总共待4个晚上，房价每天91+元，包括加上各种费用和税，总共呢是455+元。我查了一下之后，那个星期只需要76+元一晚上。我觉得唯一的欠缺就是没有烘干机，阳台上倒是有晾衣架，可能这里的气候他们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总共就待4个晚上，衣服带的足够，所以我们也用不上。补了一觉后，我和老公就开车到离住处5分钟不远的一个大超市，去准备买些水和水果和其他给养，顺便看看他们这里的物价和商品种类。上次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部，发现他们这儿的蜜瓜特别多，也特别好吃，所以这次又果断买了一个。他们的奶制品也很丰富，牛奶的包装盒是跟国内那种差不多，都是放在常温下的。专门还跑到卖鸡蛋的地方为美国人民去看了一下鸡蛋价格，感觉除了美国人民，可能别的地方的鸡蛋还都是正常价格吧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我们选了一家 Reddit 上推荐的4.8分的非旅游景点的饭馆，离我们住处走路10几分钟。我们决定走过去，顺便看看街景。不过这家饭馆真是藏在深巷子里，周围没有别的商业设施。我们到时还没到7点，等了几分钟。不过这家饭馆做的真的不错，色香味俱全，服务周到，尤其那个章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非常软糯又入味儿。一餐下来加上酒水，总共123欧，简直不要太便宜了，也没有小费。总体来说，这一天还是挺完美的。
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